结婚5年，我的伏地魔妻子不仅将自己全部的工资都贴补给父母，还逼我每月拿出5000元供小舅子吃喝玩乐。今年小舅子结婚，岳父岳母把住了大半辈子的老宅出手，300万全款，1分不留，全给儿子购置婚房。妻子更是偷偷拿走我们准备做试管婴儿的15万随了份子。如今二老竟然又找上门，联合妻子逼我这个女婿给他们养老，失望攒尽，我果断提出离婚。你这鱼烧的咸了。昨天我儿子带我们去吃的日料，那刺身才叫一个鲜。妈，这排骨汤我最拿手了，您尝尝。哼，一个男人整天围着灶台转，能有什么出息？爸妈，您二老难得来一趟。念弟，不是妈说你，你跟着宋世民过得也太寒酸了。你看你弟弟5星级酒店办婚宴，1桌8000块，你们当年600块的桌席，亲戚们背后都不知道怎么笑话的。人家小舅子结婚，姐夫随礼6万6、8万8的，你呢就1万块钱。就是，宋思明，我可听念弟说了，你们存了有15万。爸妈，那是我和念弟准备做试管要孩子的钱。你还好意思提试管？结婚5年了，要不是你不行，至于连个孩子都没有吗？我们家真是倒了血霉，把女儿嫁给你这种废物。爸妈说的也没错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至于遭罪做什么试管。当初我瞒着所有人，把念仔患有多囊不易怀孕的事揽在自己身上，如今他埋怨我，我却不能怪他。还是我们家念宗有出息，这女婿啊，真是不如儿子。白念宗毕业已经3年了，整天在家打游戏，全靠您二老的退休金过日子，就连结婚也是借我的钱，这叫有出息。念宗是没上班，可他是有大本事的人。他找的媳妇儿周敏可是大老板的女儿，家里有的是钱。你呢？一辈子守这个讲台，能挣几个钱？爸妈，老师薪资虽不算多，但养家糊口没问题。而且，咱们家所有的开销不都是我出的？宋思维，你怎么能这样跟我爸妈顶嘴？还有我弟弟怎样？轮不到你个门外人指手画脚。外人？我是外人？好，我这个外人不该说实话，反了你了。走，老婆子，咱们走，这破地方待着晦气。念宗是我们白家的根，我们这就去给念宗撑腰。这下你满意了？把我爸妈气走了。5年了，每次和他家人起争执，他永远不分对错，只护着自己的父母弟弟。我勤勤恳恳养家，到头来终究只是个外人。怎么又买东西？妈啥都不缺，对身体好。思明，妈跟你说个要紧事儿，你隔壁王阿姨瞧见了，你岳父岳母正往房产中介跑，要卖他们的宅子呢。卖房子？念宗是我们白家的根，我们这就去给念宗撑腰。他们家的房子卖不卖我不管，但你可要看好念弟，别让他把你们做试管生孩子的钱一股脑贴补娘家。记住，那15万可绝对不能动。妈，您想多了，念弟是疼娘家，可这15万备孕钱，他心里有数，绝不会动的。但愿吧。妈现在还担心，他们把房子都卖了，这老两口往后住哪儿去？自然是跟着他们儿子白念宗。儿子，妈就想你尽快有个孩子，你多长个心眼儿，别让念弟把钱都贴补了娘家。做不了试管，到头来还要养着他们一大家子，你这日子可怎么熬啊？妈，放心吧。300多万，这老两口卖了老宅，给儿子买了学区房，可真下了血本。
过来，亲戚朋友们都看着呢，可不能让我和你爸丢人。妈，这15万是我们准备试管要孩子的钱，全给了念宗，思明肯定不会同意的。你们还年轻，做什么事管伤身体。等你弟弟将来有了孩子，过继一个给你们，也省得你自己遭罪。好了，不说了，赶紧把钱打过来。妈说的对，做试管那么疼，对身体也不好，而且明明是他的问题，凭什么让我受罪？老婆，看见没？我爸妈心里还是最疼我这个儿子的。150平学区房全款拿下，以后谁还敢背后嚼舌根，说我是吃软饭的？老公，那老宅卖了，爸妈住哪儿？自然跟我们住新房。可是我们刚结婚，我还想过2人世界呢。我记得你姐夫家还有空房间，不如让爸妈先住姐夫家。可我是儿子，让爸妈住到女婿家去，街坊邻居知道了，不得戳断我脊梁骨？什么年代了还老一套？现在男女平等，养老平分。今天我把话放这儿，以后养老别想全压我们身上。老婆别生气，都听你的。唉，搞定，我姐已经答应了，我再跟姐夫打个电话。喂，姐夫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爸妈卖了老宅，给我买了 A 市最豪华学区房。对了，姐夫，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，我和敏敏刚结婚，想过2人世界，爸妈住过来不方便，反正你家有空房，让爸妈先去住一段时间。你说什么？姐夫，我姐刚才都答应了，她还给我打了15万份子钱，太够意思了。我之前还嫌你小气，以后我肯定记着你的好啊。15万，你姐竟然把那15万给你了？白念宗，你知不知道那15万是我和你姐准备做试管生孩子的钱？哎呀，你们还年轻，着急生什么孩子？大不了以后我和敏敏生个孩子过继给你。不聊了，我还有事先挂了。15万能不能要回来？不能，哪有往回要份子钱的？再说了，那是我亲弟弟，他结婚我多给一点怎么了？你个大男人至于这么抠？可那钱我们攒了5年，是准备做试管生孩子用的。是又怎么样？忘了跟你说了，我最近工作比较忙，要孩子的事儿先不着急。你说什么？你吼什么？要不上孩子是我的问题吗？还不都因为你的弱精症？反正我现在没有要孩子的打算，再等2年吧。或许当初不该替他背锅，早该让他知道不能生育的是他。白念弟，你爸妈把老宅卖了给你弟买学区房，我不管，但是他们不能拿我的钱贴补他儿子，反过来还要我给他们养老，天下没有这个道理。宋世明，你什么意思？财产全给儿子，养老找女儿，凭什么？你爸妈是把我们当冤大头吗？3天之内把15万要回来，否则离婚。离婚？宋文成，就因为给我弟15万，你就要和我离婚？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我可以孝敬父母，但我绝不养你弟全家。这些年你明里暗里贴补你娘家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是这15万，你敢碰他，这个家就完了。好啊，离婚，谁不离谁孙子。我看你一个弱精症的男人，离了婚谁心甘情愿冒风险做试管给你生孩子？
哟，老宋，怎么想起我了？赵律师，我打算离婚。你可别跟我开玩笑，当初你俩谈恋爱的时候可是幸福的不得了，咋突然要离婚了？唉，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没事儿，有啥事儿直接跟我说。不过离婚不是小事儿，你可要想清楚。好，我也想清楚了。那咱见面再说。好。回来了，我做了一大桌子饭菜，都是你爱吃的。是不是我昨天说的话太重了？念地平时对我也挺好的。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可我是家里老大，爸妈现在老了，我不管谁管。还有那15万，我就只有念宗一个弟弟。看来还是我自作多情了。结婚5年都是我下厨，他好不容易做了顿饭去，还是为了给他那吸血鬼家庭说情。这件事没得谈。宋思明，你当老师教书育人，没想到竟这么冷血。我冷血？那咱们就说说，第一，你爸妈要在我们家住多久？1年还是一辈子？第二，15万没了，试管怎么做？孩子还要不要？第三，二老今后所有开销都谁负责？这只是暂时，等念宗那边方便了。暂时是多久？你弟刚拿了房子，转头就把爸妈当皮球踢给你，他这辈子有方便的时候吗？那我怎么办？赶他们睡家头？那孩子呢？我们为了要孩子攒了5年的钱。孩子，你打说什么呀？孩子的事明明是你的问题，要不是因为你弱精症，哪会有这么多麻烦？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打算做试管？这些年公司考核什么的都是借口。不是，我做试管也有风险，你也得为我考虑考虑。我爸妈说了，将来念宗有了孩子，我们可以……够了！我这辈子绝对不会给别人养孩子。以后我的工资卡我自己拿着，家里开销 AA。既然你想尽孝，那你爸妈的一切你自己扛。妈，我可能要离婚了。好端端都准备要孩子了，怎么突然要离婚？念地提的，这也不能怪他。这些年，因为你的身体实在不行，我们领养一个。妈，生不了的是念地，根本不是我。什么？念地有多多，不易受孕。我怕你们为难他，对外一直说是我的毛病。5年，你为了他让亲戚戳了5年脊梁骨。念地他也不知道，可现在他拿那15万试管钱给他弟随礼了。什么？他把念地当我们宋家是什么提款机吗？思明，这婚必须离。这种女人心里只有娘家那群吸血鬼，你跟她过下去，早晚骨头渣子都得被嚼干净。爸妈，我俩刚结婚，想过2人世界。是啊，爸妈，要不你俩先去我姐家，反正我姐他们没孩子，那房间空着也是空着。而且我姐这么孝顺，你们就等着享清福吧。那你姐夫？我姐都同意了，姐夫敢不同意？放心，姐夫是老师，好面子，他敢不同意，我就去他学校闹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不孝。对，念宗说的对，他一个穷教书的，还敢翻天不成？姐，看着学区房，以后我孩子上学一步登天。姐，明天我就把爸妈送你那儿，你和姐夫可得伺候好了。爸妈把棺材本都给我买房了，谁要是敢怠慢，我跟他没完。放心，
我肯定。够了！宋思明，你疯了！那是我弟。我明确告诉你，明天你爸妈不准进这个门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过了，你想尽孝你自己负责。那间房我刷的婴儿漆，挑的婴儿床是给我们的孩子准备的，不是给你爸妈养老送终的。宋思明，那可是我亲爸妈，你凭什么？凭他们把所有财产塞给你弟，凭我们的15万试管钱被你弟吞了，凭这套房子是我爸妈全款买的。你爸妈买的又怎么样？宋思明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房产证上有我的名字？白念弟，结婚5年，你工资全贴补娘家，连我的工资有一半也要给你那不成事的弟弟，咱们家开销全靠我。现在你还在想着我这套房子，真是可笑。宋思明，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。也不知道是谁瞎了眼。这房子是我爸妈全款买的，购房合同、转账记录我都有。你要是想争，我们法院见。但在此之前，你爸妈别想踏进这个门一步。张律师，我考虑清楚了，离婚。老宋，从法律上讲，您岳父岳母的老宅是他们自己的财产，他们有完全处置权。您妻子给弟弟的15万，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他未经您同意擅自处分，离婚时可以主张他少分或不分。那房子呢？有他名字？购房款是您父母出的，有转账记录，但具体要看法院认定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那冰箱里我买好了水果蔬菜，可别忘了吃。好。我们走了，谁照顾你和敏敏啊？妈，我和敏敏这么大了，会自己照顾自己的。记住了，到了我姐那儿别拘束。现在男女平等，儿子女儿都一样，养老他也有份儿。就是，姐夫是老师，好面子，你们尽管去住。他要是敢不同意，你们就去他学校闹。他为了脸面也会照顾你们的。对，找他的领导，敢不让我们去住，让他丢饭碗。还是我儿子聪明，走，享清福去。到了女儿家，好吃好喝，享清福。老公，这次算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我爸妈只是暂住，等过段日子我弟弟新婚过了，他们会把爸妈接走的。念迪，我和你爸已经到你家小区门口了。对了，晚上让宋思明下厨做糖醋排骨，你爸爱吃。我不同意你们住进来。宋思维，你太过分了！我爸妈都来了，你现在赶他们走什么意思？邻居看到了怎么说你？学校同事知道了会怎么看你？你们宋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脸面？你们白家卖老宅给儿子买学区房，又拿走我15万试管钱，现在舔着脸让我养老，你们就有脸面了？我不管，今天我爸妈必须住进来。这房子有我一半，我说了算。今天不让我爸妈进门，将来你爸妈也休想踏进一步。念弟，快开门，我们到了。
愣着干什么？搬行李，主卧腾出来。从今天起，我们睡主卧。这房子不欢迎你们。你说什么？反了你了，宋思明，我们是念地的父母，是你的长辈。你们是念地的父母，不是我的。你们卖房子给儿子买学区房，没地方住，找你们儿子去。还有，把我的15万还给我！你混账！让我爸妈进来！宋思明，房产证有我名字，这房子我有一半，我有权利让我爸妈来。白念凡，你搞清楚，这房子虽然加了你的名字，但你没有出1分钱，即便闹到法庭上，这房子也没有你的份儿。就这2室的小破房，有什么值得争的？穷酸样！我刚给我儿子全款买了一套学区房，比这儿还多出1间屋子呢。哼，就是，住你这儿是看得起你。这么瞧不上我，为什么还要搬进来？不会是被你们儿子抛弃了吧？宋思明，你怎么给我爸妈说话呢？白念儿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么些年你被你爸妈喝血吃肉，简直活该。这么孝顺，那你和他们一块露宿街头吧。宋子明，你把我们关在门外算什么本事？这可是你家，钥匙呢？开门啊！钥匙没拿出来。这就是你嫁的男人，你也真是个废物，自个儿男人都管不住。你再不开门，我就去你学校闹，让领导开除你。妈，别拍了，邻居都看着呢。看着怎么了？他宋世成敢把我们关在门外，还怕人看？这不是白家老两口吗？怎么被关在门外了？可不是嘛，这是咋回事啊？妈，别拍门了，咱们一直在这，他肯定不会出来的。思明，我知道你生气，大不了我这就带着爸妈走，行了吧？咱们去停车场堵他，我就不信他还不去上班。这个宋思明真是反了他了，敢这样对我们，看我一会儿不好好收拾他！爸妈，思明他来了。宋世明，你把我们关在门外，你良心被狗吃了啊！你可别忘了，你是我们白家的女婿，给我们养老天经地义。你既然娶了我，就该和我一起负担我的父母，否则你就不怕我将来也这样对待你的父母？你还有脸提我父母？结婚5年，你陪我回家看过我爸妈几次？逢年过节，你连一个电话都没有。去年我妈住院，你连面都没露。看看那边怎么回事，好像有人吵架。没天理了！大家快来看呀！身为人民教师的女婿苛待岳父岳母啊，连门都不让进啊！我们命苦啊！大家评评理，我们老了，房子没了，来女儿家养老，女婿把我们关在门外，连家门都不让进啊！这女婿怎么回事？家门都不让老人进。看着人模狗样的，还是个老师，没想到这么不孝。他们卖了老宅给自己宝贝儿子买学区房，还教唆我妻子拿走我们准备做试管的15万，1分不剩全给了他儿子。现在还想让我给他俩养老。老太太，你们这财产全给儿子，现在让女婿养老，确实不合适啊。关键还拿走了人家15万贴补自己儿子，做事太不地道。你们懂什么？房子是我们白家的，不给儿子，难道给外姓的女婿？那你们就去找儿子养老啊，赖在女婿这儿干嘛？哼！天底下哪有这样当老人的？你们闭嘴！
妈，我们走吧。走？去哪儿？我今天还就赖在这儿，不就走了？不就是拿了你15万，就在这斤斤计较，一脸穷酸样。白念凡，闹成这样，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，离婚吧。宋思明，你立刻带你爸妈离开这里，否则我就报警了。报警？你报啊！让警察来看看人民教师如何虐待老人。你敢报警，我就去你学校找你领导评理。好啊，你们去闹，我正好让大家都看看你们白家是怎么偏心儿子的。思明，别录了！你录？我怕你啊！我这么大把年纪了，怕你这个？爸妈，爸，你们别闹了！5年，我的生活怎么变成了这样？思明，咱们将来要生2个小孩，一家4口，幸福美满。好，都听老婆的。原以为结婚后能帮助念弟脱离原生家庭，没想到。喂，张律师，情况怎么样？放心，我不会再让他们侵占我的任何权益。很好，接下来还会有一场恶战，白念弟肯定会找你求情，一定不要心软。我知道。这次我绝对不会妥协让步，那15万我也会追究到底。5年了，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。这就是你订的酒店，怎么住啊？又破又小。这间房1晚300块呢。才300，你怎么能让我们住这么便宜的房间？妈，我月薪只有3000，而且我的那些积蓄也全都给念宗了。那可是你弟弟，不该给他花钱吗？换！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这么大，现在连个好酒店都住不起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换。这才像话。不过1晚才800块，跟你弟弟带我们出去玩住的套房还是差远了。妈，妈什么妈？你平时不是说什么都听你的，现在怎么被人家扫地出门了？连带着我们都要跟你受罪，连个像样的酒店都住不起。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。我们老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爸，思明他是老师，我们平常生活还是不错的。不错，1个月才8000块，够干什么？都怪你当初，你非要嫁给他。看看你弟弟，多有出息，娶了个大老板的女儿，将来必定是享福的。那房产证上有你的名字，就说明那房子有你一半。这件事儿，咱们绝不能善罢甘休。对，他想赶我们走，没门儿。可那房子我没有出1分钱。那怎么了？只要你们还是夫妻，法律上你就是那房子的主人。思明啊，好消息，这多年你工作一直兢兢业业，这次学校评优名额决定给你。真的？好好干，年轻人有前途。奇怪，家里也没人啊，哪来的声音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姐的房子，
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我还没说你呢，姐夫，你长本事了，敢欺负爸妈和我姐，当我是吃素的？这是我的房子，没有我的允许擅自进我家，还换了我的门锁，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犯法的，知不知道？嘿呦，不愧是高中老师，就是这么懂法。犯法？老师我好害怕呀。不过你最好搞清楚，这里可不是学校，我们也不是你的学生。真是烂泥扶不上墙，这么多年一直吸你姐姐的血，现在还带一群小混混来我家，简直无耻至极！什么你的房子？房产证有我女儿的名字，这就是我女儿的家，我们想住就住，谁也管不着。这些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占地碍事，都扔了吧！你，姓宋的，你想干什么？当着我的面敢对我妈动手？宋世明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儿子女儿可在这儿呢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那是我3年前带学生拿的物理竞赛奖杯。一块破玻璃值几个钱？宝宝，快把这碎玻璃清理了，这要是踩到多危险！马上就清理，别伤了我家宝宝。听到了没？还不快去把你这垃圾给扫了！真是碍眼。你怎么打人呢？宋思明，你疯了！现在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不能强来。我会让你们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。滚！赶紧滚！以后这房子是我们白家的了。是时候该结束这一切了。我要不要回避一下？思明来了，不用回避，这可是我给你找的帮手，刀哥。我已经拿到他们私闯民宅的证据了，而且他们现在就在我家。很好，不过这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有了证据报警之后，恐怕最后多半也是和解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别急，这不，我来给你找帮手来了。刀哥，你的意思是？我就开门见山，你这房子我想买了。你是想让我卖房？你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，极端的情况还是要用极端的手段。我也想过，只是房产证有白念地的名字，况且他们一大家子人现在还住在那儿，恐怕是没有人敢接手我这套房。那你看刀哥这种的呢？兄弟，不瞒你说，我儿子明年读高中，正好是你所在的学校。往后麻烦你多照料。这房子离校区近，我看好了。你同意的话，我直接入手。刀哥，我岳父岳母这一家很难缠，而且小舅子的朋友都是些小混混。我是开保镖公司的，对付这种无赖还不在话下。咱刀哥这形象，别的不说，一群无赖见了肯定害怕。如果不采取非常手段，这房子可能真就要不回来了。可白念台不松口，这还不简单？你就说签下巨款，将房子抵在了我名下，欠债不还可是要吃牢饭的。看他们还敢不敢要房子？谁呀？大晚上来别人家？哟，宋老师回来了。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害得我要下厨做饭。
赶紧把剩下的菜炒了，累死我了。你怎么带着这个镯子？站下来！你喊什么喊？这镯子我相中了，而且大姐刚刚也说她的东西我随便拿。这是我奶奶留给我的，你给我站下来！不过一个镯子而已，你吼什么吼？你至于吗？况且这镯子你已经给我了，我给谁是我的事儿。就是一个破镯子，值几个钱？你给我，我还不要呢。果然劣质，一碰就碎了，真是晦气。滚！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思明，你消消气，周敏他也不是故意的。滚！我再说最后一遍，带着你的家人滚出我家！不就坏了一个手镯吗？这屋子里看不顺眼的多了去了。念总，给我砸！给我砸！我倒要看看，全毁了他能拿我怎么办？来来，兄弟们，砸！都砸了！真是屁大点本事都没有，也就会在这儿瞎嚷嚷。我们砸了，又能怎样？刀哥，你们到哪儿了？门口。哟，挺热闹啊！你们谁啊？就是弟妹吧？来，还钱！你男人问我借了200万，今儿要么给钱，要么从这座房子给我滚出去。200万，宋世明，你干什么了？欠了这么多钱？甭管他干了什么，反正这房子你们是别想住了。你不经过我的同意把房子抵押了，房产证上可是我们2个人的名字。你不是也没经过我的同意把15万给你弟弟随份子了吗？钱是他自己挣的，我不认。想当老赖可以，问问我手底下的兄弟答不答应？宋世明，都怪你！哼，废话少说，签字！现在房子是我的了。兄弟们，可以清场了。兄弟，下回娶老婆可得瞪大眼睛。好啊，你们合起伙来骗我们！欠条抵押合同都是假的，你们串通一气，我们要去法院告你们！别拦他，让他去告啊！白纸黑字，合法合规。宋思明，你敢骗我？你把房子卖了，我们住哪里？你爸妈不是刚买了一套学区房？问问你的好弟弟愿不愿意收留你？宝宝，他们要住咱们家，我2人时间还没过够呢。放心吧，我一定想办法。这帮光头男看着就吓人，若是直接动手，肯定吃亏。既然硬的不行，那就来软的。爸妈，绝不能让姐夫和这帮骗子奸计得逞，我们得想办法把房子留下。怎么活呀？快来人啊！有人要强抢我女儿的房子啊！我女婿和这群骗子逼我女儿签订卖房合同，把我们全家赶出来，还动手打我们。哎呦，我不行了，我的心脏病犯了。老头子，你怎么样了？你要有个3长2短，我也不活了。这不是早上小区门口逼女婿养老的老头老太太吗？哎呀，谁家怎么摊上这事儿？老头老太太，你们这是要跟我耍无赖？我是合法公民，看见没？随身记录仪，你们一举一动都有记录。这不是早上卖了房子给儿子买房，坑骗女儿女婿15万积蓄，要求女婿养老的老头老太太吗？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这房子有我大姐的名字，根本就是这个宋世明搞假合同骗我姐签字卖房！我要报警，把你们都抓起来！
白纸黑字，要不要再看看？你们，我报警把你们统统抓起来！你把房子卖了，那我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你把我那15万给你弟弟的时候，你想过我怎么办吗？现在立刻给我滚！宋世成，你混蛋！我要报警！谁报的警？警察同志，你们终于来了！我女婿联合外人搞假合同，逼我女儿卖房。是他们非法闯入我的住宅，毁坏我的财物。警察同志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们都是串通好的。你看他们穿着打扮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刚刚威胁我女儿签字卖房，还欺负我们老梁。先生，请出示相关证件。同志，这是房子全款出资证据，还有欠款抵押合同，白纸黑字，请明察。警察同志，我们可是守法公民，干的正经生意。这老头老太太，我们可是一个手指头都没碰。不过我这屋子被砸成这样，可是他们这群人的手笔。抱歉，经济纠纷你们需要找法院，我们警察无权干涉。什么？警察同志，我要告他们抢占私人住宅，还毁坏财物，我要求他们赔偿损失。警察同志，这是我姐的房子，他是我姐夫。对啊，都是误会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警察同志，他们打砸的全过程我全都录了下来，这些都是证据。你们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不行，女儿，你快跟他们解释。宋思明，他们是我的爸妈。不是你报的警吗？都带走！你个不孝女！宋云宗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是无辜的，这不关我的事儿。妈，离婚手续我已经签了。好，你做什么决定，妈都支持。就是可惜了这镯子。不用自责，就当这镯子帮你挡灾了，看清楚了他们白家一家人的嘴脸。宋思明，我在你家楼下，我现在就要见到你，否则我就从你家楼顶跳下去。好，我下去。你在发什么疯？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爸妈一辈子没进过派出所，他们那么大年纪，要在里面关15天。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！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吗？那我告诉你，你父母有今天都是咎由自取。你闭嘴！我今天来找你不跟你说别的，你赶紧出示谅解书，然后你把买房子的钱分我一半，我要把他们保绍出来。痴心妄想，你还真是脸皮厚，竟然敢狮子大开口。这房子和你有1分钱关系吗？你凭什么分走一半？还有，我绝不和解。你别的我不管，房产证有我的名字，这钱就有我一半。既然这样，也请你立刻归还那15万，毕竟也有我的。你为什么非揪着那15万不放？白念儿，你摸摸自己的良心，那15万有1分钱是你的吗？我也不想和你在这儿废话，我们法庭上见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报警，我们至于被拘留吗？念宗，你
大姐，一点小事闹成这样，以后谁还敢管你的事儿？我这辈子都没进过派出所。我不管了，爸妈你带走，别再来烦我。念宗，周敏，念弟，我们先去吃饭。拘留所吃不好，睡不好。爸妈，这边正好有一家拉面店，咱们……你就让我们吃这破面！我要去吃海鲜。要不是你，我和你爸能受这罪？妈，少点一些，这都好贵。好你个白念地！我们因为你受了半个月罪，这刚出来还不让我们吃东西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没良心？没钱了。念弟啊，咱们住哪儿啊？念宗，爸妈先送到你那儿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谁让你给你弟打电话？因为你弟在周家脸都丢尽了，你还敢麻烦你弟？我看你是诚心不想让你弟过好，你给那个宋思明打电话，找他要钱。房子刚卖了200万，让他分你一半。思明，我手里没钱了，你能不能先借点钱？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女儿，钱都要不回来，害得我们跟着你受罪吃苦。这位小姐，请您尽快做决定，就剩1间房了，您后面还有顾客，您再不付款，房间就留不住了。住，我们住，快拿钱啊！你这些年在干什么吃的？身上1分钱都没有。还哭，半点比不上你弟弟，快点想办法！难道真要我们老两口陪你露宿街头？我刚刚就提醒过你们少点些菜，我的工资只有3000，每月还要给你们2000，剩下1000也给了念宗。平时家里的开销都是宋雨成的工资。闭嘴！养你这么大才要你几个钱？你和宋思明结婚5年，怎么可能只有15万存款？我真的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们了，房子卖了，我这几天都是借住在同事家。够了，别哭了，死脑筋就不会想办法。你之前住在同事家，那就不会找你同事借点钱？借钱？不是借钱，这事传出去，我以后怎么在公司待下去？没钱住什么酒店呀？堵了半天，浪费我时间。抱歉，白小姐，我们酒店已经客满。你个没出息不孝女，连钱都借不出来，生你养你这么大有什么用？谢谢你，小芳。下个月发工资，我一定还给你。大家都是同事，互帮互助应该的。天不早了，明天见。怎么才2000？什么同事这么抠搜小气？这么破，可怎么住呀？我现在手头没钱，刚借的钱只够租这样的房子，你们先将就着。这地方怎么能住人啊？你要不再找其他同事再借点钱，给我和你爸换个好一点的房间。借什么借？我1个月才3000，借这么多钱以后拿什么还？既然这么嫌弃，你们就回老家住。好你个不孝女，敢撵老子，养儿防老，我们白养你一场。我们生你养你一场，让你给我们养老，天经地义。要不是你没出息，被人骗了，导致房子卖了1分钱没拿手里，我们至于？哼，
生女儿真是一点用都没有，连儿子的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上，都是因为你，害得我们受这么多罪。是，我比不上你们的宝贝儿子，那你们就去找他呀。反正你们把钱都给了他，连我的钱也在他那里，你们去找他，让他给你们养老。混账！你还敢攀咬你弟弟！你们要是不愿意住在这里，就去找你们的宝贝儿子。你长本事了还敢威胁父母？因为你弟弟新婚进局子，在周家面前丢尽了脸。如今我们上门，岂不是让你弟弟更难堪？我看你就是见不得你弟弟过得好，你要毁了他。我好好的家没了，老公也跟我离心了，你们还要我怎么样？够了，折腾一天了，先休息吧。换房的事儿明天再说。爸妈，早饭做好了，记得吃。我先去上班了。大早上你就让我们吃这些？爸妈，我上班快迟到了，你们先将就将就。不行，我和你爸胃不好，不能吃辣的。你去下楼给我们买热乎的早点。爸妈，哪有钱买早点啊？等我下个月发工资再给你们买。你让我们住这破房子也就算了，现在还让我啃馒头吃榨菜，你这是虐待老人！反正我现在没钱，你们爱吃不吃。大家快来看，这个不孝女儿苛待我们老两口，让我们吃糠咽菜，这是要逼死我们呀！够了，我再想办法还不行吗？王经理，我家里出了点状况，您看能不能预支1个月工资？没问题，一会儿我让财务给你打卡上。谢谢经理。妈，你不能全拿走，这里面还有我的生活费。我们的生活费都不够，谁还管你？看来真是我咎由自取。宋老师再见。周末放假别只顾玩，再有3个月就高考了。知道了，宋老师。看得出来，学生们是真的喜欢你啊！这次学校嫖英，你当之无愧。宋老师，您爱人来接你了，我先走了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你来学校干什么？老公，我错了，我们和好吧。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一味的听我爸妈的话，我真的错了。所以呢？我已经给我爸妈租了房子，保证绝对不让他们再打扰我们。只是房子有点破，他们住不惯，我想给他们换个稍微好点的房子，可我手头没钱了。白念在，你真是无可救药了。你到现在还想拉着我和你一起被你父母吸血吃肉？我没有，老公，你我夫妻一场，你真的要这么绝情？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了。不，我不离，我绝不离婚。由不得你。宋申鹏，你是不是从来没爱过我？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？不，我不离，我绝不离婚。如果不签字，那我们就法庭见。
怎么下班这么晚？不知道我和你爸在家等你做饭。赶紧做饭吧，我想喝鱼汤。这鱼你怎么做的？味道这么腥。这青菜怎么没放盐呀？你到底怎么做饭的？你诚心是不是？我看他就是诚心苛待我们，想逼我们去找念宗。好你个白眼狼，敢和我们耍心机，我打死你！够了！我结婚5年，宋时成从来就没有让我下过厨房。你们知不知道他要和我离婚？我的家彻底没了！你自己没出息，自己男人都拴不住，还怪上我们了？离婚可以，但宋子飞必须赔偿青春损失费，不能让我女儿白给他们宋家当5年儿媳妇。对，让姓宋的必须给赔偿。那日姓宋的和那个刀哥明显是商量好的，早就打算让你净身出户。房子卖了200万，必须分我们一半。你爸说的对，想离婚可以，拿钱来。走，去宋云成他妈家，让街坊邻居看看宋家怎么算计媳妇儿净身出户。宋家书香门第，丢不起那脸，说不定不仅赔你100万，还让他们宋家送一套房子。爸妈，你们那房子本来就不是我的，你懂什么？攒产证上有你的名字，就有你的一半。他们宋家要是敢不同意，我们不仅去他家闹，还要去他学校闹。念宗不是说宋思明学校最近在评优职称吗？我看宋思明要钱还是要前途。妈爸，你们别去！这是最新款的电影级摄像机，我馋了好久了。都大学毕业了，还像小时候一样黏着你哥。这丫头，看见好东西就走不动道。喜欢就好，本来就是给你买的。给我的？哥，你是我亲哥。毕业了，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开个工作室，搞直播、拍短视频、带货。我的短视频账号已经好几万的粉丝了。就是直播设备太贵了，灯光、声卡、相机一套下来好几万，我攒的那点钱连零头都不够。想买什么，哥给钱。思明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不是刚……我把房子卖了。哥，你卖房的钱我怎么能要？不行不行，跟哥客气什么？拿着，就当哥入股。哥，这钱算我借的，等我赚了钱，一定给哥买大房子。行了行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吃饭吃饭。好，都好好的，比什么都强。宋思明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宋世成，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联合外人骗我女儿卖房，私吞放款，还逼我女儿离婚净身出户。敢这么欺负我女儿，你是当我们白家人死绝了吗？看来你养个好儿子，还人民教师。
么？我哥才不是这种人。亏你们宋家自诩什么书香门第、教师家庭，用这么下作的手段骗我女儿，我今天非要讨个公道。亲家，这里面可能有误会，坐下来好好说。摆手开！你们都是文化人，我跟你们讲不通，大家快来评评理呀！这不是宋老师的岳父岳母吗？怎么闹起来了？我女儿跟了他5年，他伙同外戚，我女儿把房子卖了，卷走所有钱，如今还逼他离婚，净身出户，老宋家欺人太甚了。宋老师看着挺老实一个人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？宋思明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？想踹了我女儿给狐狸精腾位置？你们胡说八道！我哥才不是那种人。我不管，反正今天你们宋家必须给说法，卖房的钱最少分我女儿1半。还真是想瞧他，这样多么变态！想利用舆论逼我妥协，分走1半房款。既然你们想让大家评理，那就听听，到底是谁在颠倒黑白。念宗，给我砸！我倒要看看拿我怎么办！白念帝，你爸妈为了钱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他们这么闹，也是你同意的。老公，只要你答应我不离婚，把卖房子的钱交给我保管，我现在立刻把我爸妈带走，我们还和以前一样，好好过日子。事到如今，他不知悔改就算了，竟然还想从我手里把钱骗走。你还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，白念帝。既然我们不能好聚好散，那我也不介意撕破脸。叔叔阿姨，你们都认识我，知道我是什么人。这15年来，我当老师教出来的学生什么样，大家心里有数。小宋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人品没得说。我岳父岳母把老宅卖了300多万，全款给儿子买学区房。我前妻瞒着我，把我们夫妻攒了5年准备做试管的15万，全拿去给弟弟随礼。现在他们没地方住了，要来我家养老，我不同意，他们就强占我的房子，打砸我的家。你放屁！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你说这么多，不就是想推卸责任，不管我们老两口？我告诉你，只要你一天是我白家的女婿，就必须给我们养老。对，法律规定了，女婿就得给岳父母养老。你们还有脸提法律？强闯民宅打砸财物的是谁？被拘留15天的又是谁？这老两口也太不像话了，财产全给儿子，养老找女婿。就是，小宋多老实一孩子，能干出那种缺德事儿。我的命好苦呀，生儿养女一场，最后被女婿拒之门外。这个婚我离定了，你们白家，我一个子儿都不会给。他别太不要脸了吧！支持宋老师离婚，你我真的太可怕了，离得好，我要让更多人看到。哥，这次我要让所有人都看清他们白家的嘴脸。你敢不管我们，那我就不活了！今天我就一头撞死在你们宋家！当初结婚你们宋家说的好听，房子上加我女儿名字，现在离婚了，联合外人给我女儿下套，卷走房款，我要告你骗婚！今天要么卖房的钱平分，要么你姓宋的必须给我们养老送终。你想离婚，就得赔我女儿青春损失费200万。200万，这也太敢要了吧！这不就是明抢吗？你个老登敢在我家里撒泼，巧了，姑奶奶我正愁没有素材起号呢。我要把你们这无赖嘴脸剪成视频发到网上去，让全国人民看看你们这对老登的嘴脸。你们这对黑心肠的老登，你们是真心给女儿出头吗？
我看你们是想要钱，继续贴补你们儿子。你这小丫头片子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女儿嫁给你们宋家，任劳任怨伺候公婆，洗衣做饭5年，要你200万多吗？大家都看看，这么长的美甲，他像是干活的人吗？这指甲一看就是从不做家务的人。你问问你的好女儿，这5年嫁给我哥，给我父母做过1顿饭，买过1身衣服吗？家务活全是我哥在干。你女儿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在我家做了5年大少奶奶。还有我爸妈，这些年明里暗里贴补我哥多少钱？你们白家倒好，女儿结婚了还霸占女儿的工资，让女儿每月给小舅子5000零花钱，你女儿1个月工资才3000。思瑶，够了。我哥心软，我可不心软。今天的事儿，我已经全程直播出去了，你们白家等着被全网唾弃吧。什么？你都播出去了？我不走，我就要他养老，我答应，我死在这里。好啊，我巴不得你们不走，让全国观众好好看看你们这对黑心肠的老登。皮比城墙还厚。支持宋老师，离得好。伏地魔全家桶，大开眼界。一录屏发抖音了。关掉！你给我关掉！我都报警了。这是我家，你们在我家闹事，要报警也是我来报。怎么，还想再去派出所蹲半个月？各位网友，我想请教一下，擅闯民宅、聚众闹事，一般判几年呀？轻则拘留15天，罚款1000，重则不得吃个3、5年的牢饭。快走，我可不想再吃牢饭。明天9点，民政局办理离婚，否则我就把视频发到网上。这都什么人啊！好了好了，人都走了。哥，你也太老实了，对付这些无赖就要采取非常手段。今天多亏了你。那当然。哇，我竟然涨了3万的粉丝！明天，一切就该结束了。宋思明，你真的要和我离婚吗？不然呢？回去给你父母养老，为你弟弟吸血，将来再养你弟弟的孩子。我答应你，在外给我爸妈租房子住，我也答应你再也不给念宗他钱了。你不是想要孩子吗？我答应了，我们可以现在就去医院。白念地，太晚了，而且你做不到的。5年，我早已看透岳父岳母对妻子的影响有多深。人来了，我们进去吧。白念地，夫妻一场，我最后劝你一句：尽早远离你父母弟弟，不然你会被他们吃的渣都不剩。至于孩子，他多毫不孕的事，要不要告诉他？你想离婚想很久了吧？你又发什么疯？从始至终，你们宋家就瞧得起我。我爸妈说的对，这些年让我防着你们家是对的。幸亏没生孩子，否则岂不是让你们宋家白捡一个孩子？很好，宋思明就算这辈子没有孩子，也不用你给我生。你想做什么？卖房子的钱，你必须给我1半。你做梦！你不给我卖房子的钱，那15万你也休想要了。没想到同床共枕5年的妻子竟然这副嘴脸。罢了，就当15万喂狗了。拿15万你就留着给自己镇病。你咒我？我的身体很健康，不用你担心。你还是用卖房的钱再找个女人给你试管生孩子吧。没想到喂狗的不仅是15万，还有我5年的真心付出。宋思成，你混蛋！念地，你看我家宝宝满月照是不是超可爱？真好看！你和你老公都结婚5年了，也抓紧要一个吧。我以前也想只过2人世界，
可孩子出生后真的不一样，小小的他好幸福。思明，咱们将来我要生2个小孩，一家4口，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好，都听老婆的。刚结婚那会儿，我多想要个孩子啊！可是后来，爸妈说别急着生，先工作2年帮衬家里，顺便考察宋家态度。傻丫头，刚结婚急着生什么孩子？女人生了孩子就被绑住了。先让他宋家拿出诚意来。对，你弟弟还没结婚呢，你先别急着花钱养孩子，多攒点钱帮衬家里。5年，我听了爸妈5年的话，结果呢，婚离了，家没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人家小李能当妈妈，我却……3000块的破工作还下班这么晚，耽误我们吃晚饭。赶紧收拾收拾去做饭。我来吧，你去歇着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想给你做顿饭。你肯下厨，我就已经高兴坏了。以后有我在，老婆你就乖乖坐着等吃。结婚5年，他从来没让我做过1次家务。我唯一1次下厨给他庆生，他高兴得像个孩子。可现在呢？马桶堵了，你去通一通。没出息的东西，害我们住这么破的房子。既然你们想住大房子，我就去找白念宗，把那15万要回来，给你们租大房子。你这丫头说什么混账话？怎么能要你弟弟的钱呢？女儿家外向，给弟弟花一点钱就斤斤计较。我们白家怎么养出你这么个白眼狼？我的钱什么时候成了弟弟的钱？我连要回自己的钱都是错。念弟，那个2000块，说好下个月发工资还的，我这边有点急用，你看能不能先转给我？2000块还要，真是穷搜，也不嫌丢人。白念弟，你爸妈说什么呢？我借钱给你救急，反倒被骂穷搜。行，你现在立刻还钱，否则明天我让全公司都知道你们白家什么德行。小芳，不是，我爸他不是那个意思。有这么一对不知好歹的父母，怪不得宋老师要和你离婚，我真是瞎了眼才借钱给你。你们干什么？那是借我钱的同事，现在好了，人家生气了。谁让你打电话不避着人？怪我们喽。我现在没钱还怎么办？吼什么？你再预点工资还给他不就行了？我已经预支了3个月工资了，公司不会再给了。那就去找宋文明要房款，他卖房的钱必须分你一半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凭什么找他要钱？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找白念宗要？念宗刚结婚，手头哪有钱？你这当姐姐的不帮他，还想害他？彩礼、嫁妆、亲朋好友份子钱，再加上我那15万，他怎么可能没钱？念宗，那15万还我。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15万？我准备做试管的15万，还给我。姐，你疯了吗？哪有随出去的本子钱往回要的？大姐，那15万就当是我替你出头进局子的赔偿，以后别因为这事儿烦我了。白念基，还钱！我卡里没钱。没钱？那就刷信用卡。别告诉我你连信用卡都没有。白念地，王主管让你去一趟办公室。白念禅，这是公司的人事决定。你最近连续预支3个月工资，严重影响了公司财务制度。另外，
你的工作状态也一直不达标。王经理，我可以解释。不用解释了，按劳动法，公司会给你 N+1的补偿。你收拾一下，今天办离职手续吧。下班这么早，怎么不买菜？回家就往床上一躺享清闲。谁家女儿这么懒，传出去败坏白家名声？白家还有名声，还有脸皮？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没出息的东西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不敬长辈的女儿？我被辞退了，公司把我开除了，你们满意了吗？肯定是你没用，工作都做不好才会被开除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窝囊废？被开除了心情不好，就有理由对父母撒气，不孝的东西！工作没了再找就是了，又不是我让你辞退的，你早点把钱还了不就行了？原来我从来不是他们的女儿，我只是一台被榨干的机器。哭就知道哭，女儿真的比不上儿子，没出息，遇到事情就知道哭。姐，你们搞什么鬼？出什么事了？你和爸妈上热搜了，知不知道？现在全网的都在骂咱们家。这段时间你没事别来找我，真丢人。我警告你，别连累我。周敏他爸已经看到新闻了，气得要死。以后你没事别打给我。宋云婷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热搜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我帮你问问。宋思瑶，这件事我跟你们家没完。思瑶，网上的视频怎么回事？哥，那些视频不是我传的，是那天直播间人录屏还有邻居们发的。我和爸妈正一家一户求邻居下架呢。我们挨家挨户都说了，可好多已经传出去了，拦不住啊。算了，别管了，热度迟早会下去。白念富，这个名字，最近网上那个？不是的，那是误会。我们这边不太合适，您请回吧。抱歉，我们不招人品有争议的员工。全完了，工作没了，名声也没了。请问是白念娣女士吗？您母亲在市场被人打伤了头部，现在送来医院，请您尽快过来。哪家医院？我马上到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医院打电话给你弟弟，你弟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了护士，我医药费已经先垫上了。你是不是来看我笑话的？看我妈被人打了，看我家破人亡，你满意了？视频不是思瑶上传的，那也是他开的直播，这一切都是你们宋家的错。明明一开始是他爸妈惹事，如今他却说这一切是我家的错，简直不可理喻。随你便吧。别以为你给我爸妈缴了医药费，我就会原谅你妹妹。这件事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住个院都住不舒服，什么破医院？白念凡，房租到期了，今天必须交。3个月房租4500，一分不能少。念娣，去买只老母鸡，炖汤给我补补。住院这几天人都瘦了。对，再买2条鲫鱼，我也要补补。
没钱了，房租刚交完，1分不剩。没钱？没钱你就想办法，总不能爸妈跟着你连只鸡都吃不起吧？连鸡蛋都没有，你这是喂猪呢？我说过了，没钱，你们爱吃不吃。大家快来看看啊！我女儿啊，刚出院就给吃清水面条，连个鸡蛋都没有。又是这老太太，上次闹到人家女婿家，全网都看见了。你儿子住大别墅，嫌弃女儿照顾不周，找儿子养老去啊！看看你们把女儿折磨成什么样了！你们老两口这么大岁数，真折腾儿女，不怕折寿啊？关你们什么事？这是我家的家务事。家务事？你们在楼道里吵，我们听着烦。又怎么了？不是说这段时间不要联系我吗？把15万还给我，我现在就要。大姐，我们正准备蜜月旅行呢，没多余的钱，而且那15万早就花完了。爸妈被人打进医院，你们脸都不露，钱也不出，还有脸蜜月旅行？爸妈又不是只生了我一个。再说了，你是大姐，爸妈的事自然你管。我现在手里只有1000，爱要不要？尽早远离你父母弟弟，不然你会被他们吃的渣都不剩。他说的对，白念宗从没打算为父母养老，我既出钱又出力，到头来里外不是人。白女士，冒昧问一下，你结婚5年，为什么至今未育？这个和我的工作能力没有关系吗？公司招的是关键岗位，需要长期稳定。已婚未育的女性，我们风险太大，而且你今年30了，年龄也不占优势。我可以签协议，几年内不生育。不用了，白女士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。现在找工作的人多了，这种年龄大又没生孩子的，哪个公司敢要？以前宋思明总说不用我上班，他养我。我非要证明自己能挣钱，结果呢，挣的钱全给了家里，现在连个工作都找不到。念宗啊，到了酒店没有？房间怎么样？妈，5星级海景房，周敏可喜欢了。喜欢就好，钱够不够花？爸妈手里还有点积蓄。爸给你转了3万块，拿去好好玩，别省着。谢谢爸妈，还是爸妈疼我。谢谢爸妈，我们拍了好多照片，回去给你们看。你们有钱，你们有钱，为什么还要逼我去借？我预支了3个月工资，信用卡也刷爆了，你们却给白念泽3万块旅游。那是我儿子，我给他钱怎么了？你一个出嫁的女儿，还惦记父母的钱，懂不懂事儿？就是，我们养你这么大，你毕业就结婚，挣钱都给了婆家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我挣的钱什么时候给婆家了？5年我每个月往家里打2000块，还给念宗5000零花。你们刚刚转给念宗的钱，是不是都是我的？什么你的钱？既然给了我们，就是我们的钱。养你这么大，孝敬父母是应该的。原来你们不让我结婚，立马要孩子，说什么多工作2年，考察宋家态度，根本不是为我着想，是怕我怀孕没了工作，没钱往家寄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们是为你好。在家找是孙美丽。大姐，爸妈的钱想给谁就给谁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就是，爸妈手里有钱，你还以爸妈的名义找我们要钱，亏不亏心？以后别给我们打电话，真烦人。
看你，给弟弟要钱，被儿媳妇嫌弃，生了这么个女儿，一点用都没有。白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这就是我的父母，我的亲爸亲妈。你笑什么？你去哪儿？这么晚了。不孝女，敢离家出走玩失踪，看我找到你不打死你！一个月4000，够自己活了，不会再给他们1分钱。不接，又不接，这死丫头翅膀硬了。他手里没钱，大概回去找宋思明，说不定是宋思明把人藏起来了。对，找宋思明要人。要去就去学校，不能去家里。宋思明，你给我出来！把我女儿藏哪儿了？宋思明，你个混蛋，把我女儿交出来！两位，这里是学校，请你们离开。我找我女婿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我和他已经离婚了，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你放屁！他没钱，不找你找谁？肯定是你把人藏起来了。我说了，不知道。你今天不交人，我们就不走了，让全校都看看你宋老师什么德行！好，我打给他，你们听着。什么事儿？你爸妈在我学校门口闹，说你失踪了。你现在哪儿？告诉他们，我找到工作了，死不了，让他们别去烦你。你在哪儿？你给我说清楚！江景花园12栋301室。算你识相！小心！我爸怎么样？抢救骨折，肋骨断了3根，有脑震荡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老头子，你可不能有事儿啊！赶紧给你弟弟打电话，让他回来。不接。
你爸被车撞了，在 ICU， 赶紧回来。我们在三亚蜜月旅行，回不来。爸妈是在你们学校门口出的事儿，那你们负责到底呗。白念宗，你有没有良心？爸躺在医院里，你连回来都不回来！白守田家属，麻烦去缴一下费用 ，ICU 1天的费用比较高。之前那位先生垫付的10万手术费已经用完了。我已经垫付了10万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从法律和情理上我都没有义务再支付。就当借的，我将来一定还你。卖房的钱给四幺创业了，我手头那些全拿出来了，真的没有了。妈，你们手里还有没有钱？没钱了，都给念宗了。你们每个月从我这儿拿2000，还有退休金，这5年加起来多少钱？怎么可能一分不剩？把钱拿出来！那是留着将来养孙子的钱，不能动。念宗的孩子以后要花钱的。我爸躺在 ICU 里，命都快没了，你还在想着你孙子？你在我爸和你孙子之间选一个！10万，你们手里居然还有10万！这些天，我预支工资、刷信用卡、借同事的钱，他们明明有这么多存款，却狠心逼我借钱，眼睁睁看着我被公司开除，被所有人唾弃。你花光了我们一辈子的积蓄，混账东西！钱花在我身上了吗？这些年你们从我身上搜刮了多少？手里藏着那么多钱，还只有逼我去借，逼我养老，把我的家都祸害没了，你们还怨我？你们自己看看，你住院这么久，白念宗在外蜜月快活，可曾露过一面，打过一次电话？我辞了工作，在医院端屎端尿，你们还嫌我不够好？要不是你搞失踪，我们去学校找宋天明要人，怎么可能出车祸？这一切都怨你！白守田家属，该续费了，之前交的已经用完了。没钱。你不是找了新工作吗？找你同事借借，再预出几个月工资。因为照顾我爸，新工作早就没了。你们打。您拨讲的电话正忙。您拨打的电话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的宝贝儿子。既然让我一个人管，那我就按我的能力管。现在我没钱付医药费，那就带我爸出院，自生自灭。你敢！念弟，你再想想办法，那是你爸，你不能不管的，妈求你了。你要是敢给你爸出院，就从医院天台跳下去。这就是我的家人。我爸躺在病床上，我妈跪在地上以命逼我，所有人都看着我，好像这一切的错都是我造成的。念弟，你去找宋思明，他刚卖房，肯定有钱。你过去求他，他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凭什么？你们自己的儿子都对你们不管不顾，凭什么要宋世民道歉？他已经垫付了2笔医药费了，还要怎样？
你们喝我的血，吃我的肉，毁了我的家。我为了你们，老公没了，工作没了，名声也没了。现在你们还要我去找宋思明，我拿什么脸去见他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生在这样的家庭？你起来吧，我去。但这是最后一次。宋思明，我已经没有脸见你，但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和宋思静已经离婚了，现在上门要钱，会不会被赶出来？若不是他在网上搞鬼，我就不会找工作碰壁。宋思明卖房的钱也全给了这个妹妹。宋思瑶，你站住！你来干什么？你哥卖房的钱呢？还给我！你说什么？白念地，你哪来的脸朝我要钱？再说了，这钱是我哥给我的，也是我爸妈挣的，要钱也是我哥来要。你都跟我哥离婚了，有什么资格要我们家的钱？思瑶，那钱里有我和你哥准备做试管的钱。你哥身体有毛病，不能生孩子，你把钱给我，说不定将来我和你哥复合了，我就不计较了。他还不知道自己不孕，竟然还敢拿孩子威胁我，可笑！我哥这些年付出真是为了我。白念儿，知道为什么你和我哥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不待见你？你见不得你哥爱我对我好，处处挑拨我们的关系。放屁！你用孩子拿捏我们全家，对我爸妈冷漠，奴役我哥，还想让我给你好脸色。白念迪，你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，顺便再看看脑子。真不知道我哥当初看上你什么了。白守田家属，医药费到底什么时候交？再不交钱，下午的药就拿不出来了。这不是我为难你们，医院有规定。护士姑娘，别，我们马上就交，马上就交，千万别停药啊！尽快吧，隔壁床的昨天就停药了，家属今天才把钱补上，病人多遭了1天罪。老头子，怎么办？这药一停，你命都没了。打电话，给亲戚打电话，我就不信没一个人接。大哥啊，我家守田出了车祸，住院花了好多钱，你能不能……你找别人吧，我家也紧张。二姐啊，哎呀，我这忙，下次再说啊。小叔，守田他……嫂子，我刚换了车，手头真没钱，要不你问问别人。走投无路了，只能找念宗了。妈，你们疯狂打电话，这蜜月过得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周敏都生气了。念宗啊，你爸他住院花了好多钱，你能不能……妈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们在外地，蜜月旅行花了好多钱，手头也紧，你们先想办法，等我回去再说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念宗啊，
你大姐给你的15万，还有你结婚亲朋好友随的份子钱都拿出来吧，再不交医药费，医院就把你爸的药停了。爸不是醒了吗？那就别在医院浪费钱了，大医院花钱多，都是坑人的。出院去小诊所打针也一样。儿媳妇儿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？躺在医院的可是念宗的亲爸。妈，不是我话难听，人生来就有一死，爸岁数也不小了，治好了又怎么样？活不了几年，还不如把钱留着给孙子呢。你怎么做儿媳妇的？你忘了你们结婚，我可是把老本拿出来给你们买学区房。学区房又不是我让你买了吗？哼！再说房产证上写我名字了，将来不都是给你们孙子的？有我一分吗？但份子费是我和白念宗结婚应得的。白念宗，我告诉你，你敢给1分钱，我就跟你离婚。老婆，你别生气，我不给还不行吗？妈，你们当初让我姐夫养老，闹到把我姐家整散了，现在还要拆散我的家，你们是不是非要把所有儿女的家都毁了才甘心？老婆放心，我的钱都给你了，绝对不会给我爸妈1分钱的。而且我姐最孝顺，她不会不管爸妈的。我爸妈有我姐，也不会有事。哼，你们白家事儿真多，一件接一件，害我坐过牢不说，现在还要我出钱？这一桩桩一件件的，我蜜月旅行的好心情都没了。我保证，以后再也不让家里那些琐事烦你。哼，你说话算话。我发誓，要是我再管，天打雷劈。走，老公教你游泳去。医生，求求你先开药，我保证马上就凑钱，求求你了。医生，我的腿这个样子不能停药啊。已经欠费3天了，医院不是慈善机构，你们这样让我们很难做。姑娘，你行行好，我老头子腿不能废呀。最迟明早把钱交上，不然你们就办出院手续。您好，这是您的出院回执单。一手养大的儿子，从小捧在手心里，要什么给什么，怎么会这样？花喜鹊尾巴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。要是宋永民乖乖给我们养老，我们哪至于这么惨？都是他害的。你还有脸说别人？你看看你生的那对好儿女，儿子骄纵自私，不顾大妈死活，女儿没一点出息，连个男人都拿捏不住。养不教，父之过。儿子是你惯的，女儿是你教的，现在全怪我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只盼着念人，只盼家能来交，只盼着念地能把钱要回来，这样你的腿才能养好，我们还有活下去的希望。老婆子，我们都错了，不该把房子卖了给儿子撑腰，不该把女儿的血吸干去喂儿子，如今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
宋老师，恭喜啊！平庸宾馆定了，晚上可得请客。应该的，已经订好包间了。你们先去点菜，我随后就到。妈，晚上学校聚餐，不回家吃了。思瑶工作室的事儿，你多盯着点。我工作没了，爸妈住院，凭什么你事业高升、幸福美满？凭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给我钱，100万。你发什么疯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没有关系，凭什么给你钱？你不给我钱，我就把你骗我卖房的事儿闹到你们领导那里去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大家好，我是高3一班班主任宋思明的前妻。百年帝，你疯了！大庭广众不嫌丢人。你放手，别碰我！丢人！我们家拜你妹妹所赐都上热搜了，脸都丢尽了，你还有脸跟我提丢人？大家都看看，这就是你们学校的优秀教师，他骗婚！怎么回事？到办公室说。闹了，事情越大，兴许对我越有利。我要见你们校长主任。他不愿意赡养我爸妈，伙同外人骗我卖房，还逼我离婚。校长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宋老师，你们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是，我承认都是事实，但这些都事出有因。他父母卖掉老宅给弟弟买学区房，他把我们夫妻攒了5年准备做试管的15万全拿给弟弟随礼，然后二老要求住到我家养老，我不同意，他们就强占房子，打砸财物。我说的都是事实，因为强占民宅、毁坏财物，他父母弟弟被拘留15天，这些都有案底可查。白女士，这毕竟是你们的家事，学校不便干预，你们还是自行协商处理吧。你们包庇他，他是你们学校的老师，你们当然向着他，你们真是官官相护。宋思明他不孕，他逼我做试管，我不做他就把钱全给了他妹妹，他就是个骗子。百年帝，怎么我说的不也是事实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便把真相告诉他吧。5年前婚检，医生说你患有多囊卵巢，很难自然受孕。为了不让你难受，是我替你在父母面前认下了一切。这些年怀不上孩子，一直都是你的问题。不可能，你胡说，是你不能生，是你。你可以去医院复查，体检报告我有，需要的话我可以拿出来。今天你闹到这里，消耗了我们最后的夫妻情分。是我，既然是我不能生，你还好意思提试管？结婚5年了，要不是你不行，至于连个孩子都没有吗？我们白家真是倒了血霉，把女儿嫁给你这种废物。爸妈说的也没错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至于遭罪做什么试管。为什么？他怎么不早说？为什么要替我扛？老板，来一盒止痛药，最便宜的那种，25。老板，能不能便宜点儿？差3块7。不行，钱不够，去别家。老板，我老头子腿上的伤口恶化了，疼得整夜惨叫，求求你，先给我药，差的钱我明天补行不行？没带够钱就别买，我们这里不赊账。我和白念都已经恩断义绝，你们找错人了。不见了，从去找你那天后再也没回家，电话也不接，我们找了好几天了。那不关我的事，请别再骚扰我，否则我报警告你骚扰。思明，
我们被医院赶出来了，在家躺了好几天。念弟他爸腿伤恶化，高烧不退，求求你救救他吧！好。病人腿部伤口严重感染，已经扩散到深层组织。目前有2种方案：一是保守治疗，但效果不好，随时可能罢血病；二，截肢保命。截肢不行，不能截肢，老头子没了腿还怎么活？不截肢，命都可能保不住。你们尽快决定。另外，费用方面，前期治疗加上手术，大概需要20万左右。现在唯一能救他的办法，就是起诉你弟弟和周明，让他们归还房产，卖房治病。起诉念宗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哪有老子起诉儿子的？传出去，我们哪还有脸活着？人命关天的时候，你们还想着面子，当初就不该为了面子卖房子给儿子撑场面，断送了所有后路。现在要么卖房，要么没命，你们自己选。念弟，妈求你，你一定有别的办法，不能靠你弟弟啊！你弟弟还年轻，周敏知道了会跟他离婚的。以前我妈跪着求我，我一定会心软，但现在我不会再执迷不悟了。妈，我爸的命还有我弟的房子，你选一个吧。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那是你亲弟弟，你逼我卖他的房子，你还有没有点人性？人性？妈，这些年别说你们把我当女儿，你们把我当成人了吗？在你们心里我就是一个提款机，可我现在1分钱都没有了。现在我爸和弟弟，你自己选。张律师，专打民事纠纷，你们去找他，他会告诉你们怎么起诉。造孽，真是造孽啊！当初给儿子买那套学区房的时候，你们可曾明确说过养老的问题？没有，可是，在农村，都默认儿子养老的，家产也是给儿子的。既然你们都知道规矩，儿子继承家产，儿子负责养老，那为什么跑到女儿家，逼女儿女婿给你们养老？是念宗和他媳妇儿说的。说现在新时代了，无论儿女都要养老，让我和他爸先暂住女儿家，等小两口过完2人世界就接回去。虽然这属于自愿赠与，但你们年事已高，那套房子是你们唯一的住宅，且赠与金额高达300多万，属于大额赠与。按照法律规定，大额赠与赠生人经济性供出恶化，丧失自理能力，房子可在6个月的追诉期内要回。真能要回来？以宋先生现在的情况，应该能要回来，但需要走法律程序。想好了就签字，签完合同，正式启动诉讼程序。好，接下来我来处理，你们回去等消息。还是家里舒服。蜜月虽然好玩，可累死我了。
法院传票。什么？你被告了？谁告的？我妈是原告。白念地，是不是你挑唆爸妈起诉我，跟我要房子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可是你亲弟弟。爸的腿因为没钱治病要截肢了，你还和老婆蜜月旅行。白念总，你良心被狗吃了。白念比，你敢挂我电话？白念宗，我告诉你，这房子要是没了，我们就离婚。老婆，别生气，我肯定有办法。我找最好的律师，这官司我打定了。就不信了，儿子还能输给女儿？白念地，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，为了争家产怂恿爸妈告儿子。我告诉你，我是爸妈唯一的儿子，白家的一切都是我的。这就是我疼了20多年的弟弟，真是白眼狼。爸妈，我姐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们告自己唯一的儿子。年总，你爸的腿要截肢，我们是实在没法子了。为了钱告自己亲儿子，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？肃静。法官，我的委托人卖掉唯一的住宅，全款为被告购置学区房。被告婚后将委托人扫地出门，如今委托人病危，被告不闻不问，携妻旅游。根据民法典，受赠人不履行赡养义务，赠主人有权撤销赠与，请求法庭判令全额返还。胡说！房子是我爸妈自愿给的，从来没说过给房子的养老。被告注意秩序。原告赠薪时未明确附条件，且父母不止一个子女，女儿也有赡养责任，原告不能单方面要求全额返还。被告虽未明说，但行为已构成事实弃养。学区房属大额资产，原告无收入，病重，急需救命钱，恳请撤销赠与。因为没钱，老头子能治好的腿要截肢，儿子不管我们被医院赶出来的时候，他陪新媳妇在海滩度蜜月呀！妈，你胡说什么？爸妈，我什么时候不管你们了？你们自己去找杰哥闹的，关我什么事儿？这是被告在蜜月期间的朋友圈截图，定位三亚某5星级酒店。这是原告住院期间的病危通知书，时间完全重合。本庭宣判，原告白守田房产纠纷议案，被告获得大额房产后，对原告弃之不顾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判决如下：现被告于30日内将房产归还原告，或支付300万元现金。如逾期不履行，法院将强制执行。离婚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你连房子都保不住，我跟着你喝西北风吗？咪咪，别闹，咱们再想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你妈告你，你姐不帮你，你连个房子都守不住，我哥哥你真是瞎了眼。房子回来了，可老头的腿……这大概就是报应吧。腿没了。嫁给你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。老婆，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能再给你买一套房子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你们全家都要流落街头了，还跟我买房子，你真是个废物！毁了，全毁了，房子没了，老婆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白
年地都是你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！都怪你们，是你们毁了我的一切！是你挑唆爸妈告我，是你联合宋希云那个混蛋算计我，周敏和我离婚了，这下你们满意了？是我们逼你不赡养父妈的，是我们逼你把爸妈赶出门的。白念宗，你摸摸自己的良心还在不在？我杀了你！念宗被警察带走了。思明，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希望这件事之后我们不要再见了。思明，对不起，是我们老两口当初不懂事，连累了你。思明，你看能不能和念弟复婚？我们保证以后再也不打扰你们的生活，我们回老家去，离得远远的。我和白念弟再无可能。是我们毁了女儿啊！宋思明，结婚5年，是我不懂事，让你辛苦了，对不起。没想到我的离开是你认清父母的开始。念弟，出去走走吧，看一看外面的世界。爸妈，救救我！求求你们救救我！念宗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爸，他们骗我赌博，我输了钱想翻本，借了高利贷，现在欠了1000万，他们要挖我的肾，爸妈救救我！你还有脸找我们？这1年你对我们不管不问，电话不接，人影不见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良心的儿子？我姐呢？我姐一定有钱，她肯定会救我的。大姐，大姐你在哪儿？白念宗，你涉嫌参与网络赌博，涉案金额巨大，现依法对你进行逮捕。我不要坐牢，爸妈救我！大姐，大姐救我！你姐1年前就外出工作了，她不在呀！是我们把儿子宠坏了，也把女儿的心伤透了。
阿姨，来2根烤肠。好嘞，姑娘几个月了？6个多月，就是嘴馋。又吃路边摊，不卫生。就1根，我大着肚子接你下班还凶我。说不过你，走吧，回家炖排骨。阿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风迷了眼。快走！宋思明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你太太，恭喜。谢谢。你前妻？你好。你好。我们还有事先走。宋思明，当年谢谢你替我挡那一刀。都过去了。他还喜欢你？不喜欢了，只是都过去了。过去了。宋世明，祝你幸福。